喂，请说。齐小姐现在在医院，需要你的支援。好，没问题，我现在就过去。七七，你操作得来吗？这机器挺复杂的，刚开始不要太勉强总是要练习的嘛，多试几次，总会熟练的。最近订单多，很缺人，就靠你多多帮忙了。老板放心，我会努力的。齐小姐，您的右手因为液压机卷夹，导致第2、第3指需截肢，并且需要长时间的治疗以及复健哦。医生，请问这段时间我还能继续工作吗？恐怕有困难，最好是能好好休养。我还要寄钱回娘家，还要负担家里的生活开销，还有我女儿的学费。还是你有亲人或朋友可以帮忙的吗？我从外国嫁来台湾，家里只有老公跟女儿。不许你胡说，可以找我帮忙哦。请问这位是？我不认识。齐小姐你好，我是劳工处的职业灾害专业服务人员，我叫肖搞。我们刚收到派出所通知，说齐小姐在工作时受伤，接下来的事情我都会协助帮忙。你现在就先好好休养，有什么问题随时与我联系哦。喂，琪琪，怎么了？这段时间真的很感谢老板帮我付医疗费用，医生说我复原很好，现在已经可以慢慢的移动跟出力了。小事小事，人没事就好。不过这个伤会不会有后遗症啊？医生说除了手指部分功能丧失，其他应该都没有问题。不过琪琪，你也知道工厂的工作很辛苦。老板放心，我回来会努力跟上的。我知道你很努力，但是我担心你的伤，老板，我听不太懂你的意思。然后他就说，考虑到我的伤势，还有公司营运，叫我之后不用回去上班了。我这样，将来还有哪间公司愿意雇佣我？琪琪，你先不要灰心，我们可以一起想想办法。真的吗？可是老板说他已经有找到新人代替了。要不然我们来争取权益吧。要怎么争取权益？依据劳基法59条、13条规定，劳工如果因为职业灾害而导致死亡、失能、伤害或疾病时，雇主就应该依规定补偿，其中就包含不能工作期间的原领工资、必要的医疗费、失能补偿及死亡补偿，并于医疗期间雇主不得解雇。而且对于职业灾害的劳工，彰化县政府劳工处还有免费的行动律师，到宅提供快速又便利的法律咨询服务，及时为劳工解答。所以薪资补偿跟医疗费用还有法律问题，通通不用担心。最后，整合劳工福利、社会福利、职灾权益等资源，持续提供家属多元化及全方位的服务。透过律师担任调解代理人之协助，及职灾专业服务人员协助陪伴彷徨无助的家属，争取其应有的权益，也让劳工顺利获得应有之职灾补赔偿。大家好，我是劳动部认证劳资争议独任调解人。本场调解会议是为了解决申请人齐小姐与资方之争议案件，感谢双方出席调解会议。劳方主张，在今年5月，在工作中手指被机器卷夹，导致手指截肢，请求公司给付职灾相关费用。不是啊，我们公司已经有帮你付医疗费用了啊。而且你受伤这么严重，又不能马上回原本的岗位上班，我已经找到人顶替你的职位了。如果每个员工都像你这样搞，我以后还怎么带人？我觉得，老板应该要，不好意思，我插个话，我能理解主管先生的不满，但我也想让您了解一下齐小姐的状况。
齐小姐为新住民，与她的丈夫皆为工作者，育有1个女儿，且孝顺的齐小姐每月都要寄生活费给娘家的父母。哼，那也跟我没关系哦。是与您无关没错，但她这次受伤，不只是她本人，是整个家庭都连带受到了影响。如果你能依劳基法规定给她职灾补偿，就能帮助一整家人渡过难关。而且琪琪个性积极进取，也可以帮她调整职务，对公司形象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啊。我是很同情他的处境，但我要怎么跟其他股东交代啊？那个，劳工因职业灾害，雇主除了职业灾害补偿外，依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规定，使职业灾害劳工恢复原工作或安置适当之工作，雇主应提供其从事工作之必要之辅助设施，且辅助设施也可以申请补助，将来还可以申请雇用职灾劳工补助哦。琪琪太好了，公司依照你的身体状况，帮您将职务调整到你比较可以负担的线上客服了。谢谢你，小稿，幸好有你跟相关单位的协助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不客气，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哦。只是，你说？我去认可职灾职能复健专责医院评估，医师建议我要进行职能复健，才有力提升工作能力。复健的问题也不用担心。如果因为职灾需要，可以跟我们劳工处申请职能复健津贴，最长补助180天哦。后续遇到任何问题，也都能再询问我哦。职灾专业服务人员以维护职灾劳工权益、支持家庭度过危机，以及协助职灾劳工重返职场为3大目标，提供职灾劳工个别化的深度服务，并连结辖区内服务资源网络，协助职灾劳工及家庭度过困境并回到职场。如果您或是身边的人有需要职灾相关的帮助，尽洽彰化县政府劳工处哦。